神官法师之死扑朔迷离，牵扯出与庆香、赵森瑶的恩恩怨怨。我们在三法寺分头提审庆香、赵森瑶二人，终于把头头凶手赵森瑶捉拿归案。可这案情背后，似乎隐藏着许多陈年往事，阴谋疑云。我们看似揭开了真相，却是走入了更大的危险。路一段会告别的旅程。这是你我之间的买卖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听明白了吗？前些日子香粉断货，今儿这儿一有货，就赶着给你送来了。趁我娘不注意，发下去吧。新鲜出炉的糊饼，尝尝吧。事情不是已经查出来了吗？凶手藏得再好，也会被我们揪出来的。我还是有点难过，就因为荒唐的鬼神之说，赵森瑶就害死了神官法师。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一切才是有意义的呀，黑白总会分明的。就像这月亮，总会圆的。如果我们能替庆香找到孩子就好了，她也不会那么孤苦伶仃了。不对啊，怎么了？按照庆香所说，神官法师只是想为她治疗肝霉疮，还未开方。可当他面对神官法师的尸体时，却是那样的绝望。对啊，按理说，庆香已经见惯了人情冷暖，虽然难过，但也不至于如此啊。他自称在慈光寺修行，路过此地。冷月，明日一早我们去趟慈光寺。好。南诏来的神官法师最初是在此处修行的，那您可知神官法师的身份来历？他最初为何出家？他早年妻子难产，母子遇难，神官因此备受打击，
遁入空门，决心参悟生死。在您门下剃度出家，那又为何会去南诏？神官颇具慧根，心性纯粹，是所有弟子之中悟性最高的。贫僧曾以为他会修成佛法，接任住持，却没想到他竟与女子私会，铸成大错。起初发现他与那女子私会时，贫僧只是觉得他是年轻气躁，一时误入歧途，但多次劝阻，他非但没有警醒，反而泥足深陷，竟然带回一个孩子，而且堂而皇之地承认是他与那女子的孩子。贫僧痛惜其堕落至此，将其逐出了慈光寺。您看看，当年的女子，是她吗？是他，虽然年岁大了些，但就是他。施主稍后。他回大唐后，曾托人悄悄来慈光寺，送过不少香火钱。还有，这是他之前抱那孩子回来时所用的襁褓。大师可曾记得那孩童有何特征？那孩子颈后有块胎记。以后每天给静园备饭。进去吧，里面有你想见的人。静园，不得无礼！你们还有脸来？师傅落得这番境地，都是因为你们！信了你们的花言巧语，让师傅法体受损，害得我师傅承受了不白之冤。你们走，都走，这里不欢迎你们！对不起，静园小师傅，为了避免更多人受害，我们必须查清此案。你们岔子，为什么要给我师傅泼脏水？我自幼被我师傅抚养长大，师傅清清白白，恪守戒律，哪有凡尘俗事？小师傅今年多大了？12。施主，李施主，阿弥陀佛。抱歉，小师傅，得罪了。当初是你们二人酿成今日之果，不是你一个人的错。是我害死了孩子的师傅。如果我没猜错，神官法师并不是孩子的生父，对吗？真的？如果不是真的，沁香姑娘现在就应该反驳我了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就神官法师的过往来看，他并不会再次坠入凡尘。世间情爱，多数会求一个被爱的回报，爱而不得，要么爱极生恨，要么倦怠放弃。而你不同，
多年之后，只想着极力维护神官法师的名誉，对孩子的父亲不怨不对，不念不想，却对孩子既惧且愧，不敢相认。夫妻子女，人之伦常，你皆不相符。没想到啊，这10年恩怨，竟被安郡王一语道破。之前为了撇清与神官法师的关系，我撒谎在遇见他时就已生下孩子。我身为奴婢，与府中公子私会有了身孕。我怕孩子受我牵连，便逃走了。府里派人四处搜捕，但孤身带孩子的女人太难隐藏。临近生产时，还是被他们发现了踪迹。家丁找来那日，恰巧神官来化缘，我深知被抓回去就是一死。跟我们走。孩子是他的，他是我夫君。隔着门称神官法师是我的夫君，神官法师略加思索，便承认了此事。2位施主，孩子是小僧的，请回吧。此事很快传扬了出去，影响了法师的清誉。但法师并未自证，却受我所托带走了孩子。多谢师父。自此10年杳无音讯。那神官法师见你，就是想带你去见孩子。法师有此意，但我自己的身份，我不愿孩子蒙羞，所以和法师约定，我赎身后再与孩子见面。谁曾想，法师却遭此劫难。那孩子的父亲是谁啊？都过去了，多说有何意义？我只是觉得，你好像很喜欢他。都10多年了，那点情谊早就烟消云散了。王妃，还有件怪事，不知道对你们是否有用。大概半年前，有人让我在教坊司内给姐妹们卖一种来自南诏的香粉。这香粉有什么奇怪之处？卖我香粉的人有古怪，他要求我此事对外绝口不提。其次是，很多姐妹们从我这里买香粉，的确是很多客人流连忘返。赵公子经常光顾我的生意，也是因着香粉上瘾。能让人流连忘返的香粉，不会是……你手里还有这种香粉吗？我这次没有留存货，下次有了给王爷送来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呀？离开教坊司，偷偷的守在静园附近，多做些善事，往后余生就当为自己赎罪，为我的孩子祈福了。我干了！真以为离了这儿就可以把自己当清白闺女了是吧？你以为三法司帮你找到孩子了，我就拿你没办法了是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无时无刻不在盯着你。我只是想过半生安稳日子。在教坊待了这么久，你总该明白断人钱财如同杀人父母的道理吧？我们做了那么久的生意，你说不做就不做了，还想过安稳日子？再接一个，用这香粉把他勾上瘾，待我找到夏家，就跟你两清。秦香，你别得寸进尺，否则就算你出了教坊，我也能要了你的命和小秃驴的命。
我只见最后一个。这就对了，是食物者为俊杰。他。小师父，此次前来，是向你和法师道歉。他因我受牵连，今生我无以为报。昨夜师父入梦，让我不要怀有憎恨心。他跟我说了4个字。哪4个字？因果自负。所以我与师父的一切都与你无干。他已万缘放下，世间业力再也牵绊不到他，还请施主自行解脱。弟子还有一事不解，行之岔路，抉择两难。若是选择不对，可能永别于至亲之人。有何问题？关乎我个人命运，但这个人的命运却与国家道义相背离。佛语有云：上报4重恩，下济3途苦。4重恩之一便是国土恩。师父生前几经颠沛，圆寂后亦遭人污蔑，但我知晓诸多不公，他从不怨恨，更不会迁怒大唐，一心只为让更多人少忧思，少痛楚，平和安稳度此生。夫人虽为奴籍，饱受世间辛苦，但又心念坚定，常思国民大义，何尝不是高尚之人？多谢小师父，我明白了。施主，4重恩，第一恩就是父母恩。你知道了。静远，谢过施主。王爷，哎，案子结了，皇上没赏你吗？怎么还愁得跟鬼似的呢？这京城里的牛鬼蛇神还少吗？神官法师的案子在大唐是结了，
但幕后的南诏之人可能还在京城。沁香提到的香粉也来自南诏，所以你就跟皇上申请继续调查南诏了？碍于双方关系现状，陛下让我不要轻举妄动，避免激化矛盾。等，王爷，我看你是查案查魔怔了。你最近压力太大了，再这么下去啊，案子没查出来，你先画地为牢，把自己困住了。我们应该先跳出来，缓一缓，关心关心别的。什么？比如说楚楚。我之前跟你说，你为情所困，可不是信口开河啊。你说的对，我确实做得不够好。儿女情长这种事情啊，我一看一个准。得嘞，我带你去个好地方，不仅能让你查案，没准儿还能治你的心病。走着。什么地儿？收娼节一过，马上就要宵禁了，你也该趁着这几日多出来溜达溜达，别总惦记着那些案子。案子是破不完的，日子还是要过的嘛。我是说书的，咱们书接上回，继续聊一聊侯府那点儿新鲜事儿，好不好啊？上回书说到啊，咱们这小侯爷公务繁忙，日夜操劳，结果不小心就冷落了家中的爱妻呀。时间一长，夫妻二人这个关系就变得岌岌可危喽。哎，好巧不巧啊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位异域的藩邦王子，与那心腹见第一面，两人就看对了眼儿了。哎，听着怎么那么像安郡王和王妃啊？还有那一族王子，好像是南诏二王子。哎，怕是说书的胡编乱造。王妃和王爷出了名的情比金坚，羡煞多少未出阁的儿女呢？哎，说得对，说得对，咱们继续往后听好不好啊？常言说得好，高门之中恩怨多呀。在座各位，你们想想，已经结婚3年了，却迟迟未见她怀有身孕，这是为何？你们有所不知啊，其实小侯爷自幼便身娇体弱，所以一直不能行人道之事哦。哎呀，心腹那大好的年华，这哪能耐得住这份寂寞？再加上这位俊朗的小王子这么一勾引，不得了啊！这两人就如同干柴遇到烈火，噌一下子，你们猜怎么着？怎么样呀？燃起来了！心腹被死，朝廷之事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这真的，哎，这真的假的，咱们现在不说。不过这个消息，小老儿我可是花了银子向一位官爷口中打听来的，而且还不怕告诉你们，这位官爷的官儿可不小，那可是位少尹大人呐！啊，真事儿，真事儿，不能走！你随我去衙门说清楚。什么衙门？你话里话外隐于安郡王府，若是假的，便是诽谤朝廷重臣。我就是个说书的，我今儿就这么一说，您今儿就这么一听，全当听个乐啊！不行，不能走！这干什么你？我告诉你啊，这安郡王府那些个龌龊事儿，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？就是啊，这两个人把事情都做到这一步了，还怕我们说呀？还不止这些呢！有人亲眼看见这两人卿卿我我的从那个药室里出来，而且还……他这怎么还打人呢？好一张能编会转的嘴！姑奶奶拳头硬了多日了，你就给我送上门来，看我今天不打断你的腿！别打我！别打我！别打！
手！好一个门下省左侍役！你不去监察百官，倒是在这里听取污蔑言辞了。他虽有肆意抹黑朝廷之嫌，但理应送往衙门查证清楚，不可当街随意殴打。好啊，那我今天就把他抓回三法司。也不可。此话本涉及安郡王、王妃及南诏外事，三法司上下理应避嫌。王青山，又嘴贱挨揍了吧？二位姑娘，这个人嘴贱的没边儿，他要是再胡说，你们就揍他。我要不是怕一拳给他打死，我早揍他。那便有劳万大人了。等月，我们走吧，走吧。好了，一个个都什么东西啊！看着文质彬彬的，张嘴就乱嚼食物，真应该把他们都丢进三法司的大狱里去。也怪我，平时光顾着跟锦衣到处跑，没注意这些混话。下次再让我逮到他们，我一定不放过他们。好了，不气了。你看啊，我没有做过的事，那不管多少人说都是假的，你说是吧？算了，这条街不好玩。这样吧，我带你去个新鲜的地方。走。我都不好意思承认与你是同乡，咱俩好歹也是同年的文武状元，耍嘴皮子的就这么弱不禁风？景少夫人一拳能把你打到黄泉？你跟我称兄有什么用啊？你有本事去前线讨南诏啊！窝里横的缩头乌龟，也对得起你武状元的名头。你当我不想？只要陛下一声令下，我马上准备出征。马革裹尸才是男儿的荣耀。原本我听到江道海议论安郡王府的闲话，我还预备参他们捏造流言。今日景少夫人不容分辨便动手了，分明是恼羞成怒，证明那传言也有几分是真的。不是你们这帮文臣怎么那么爱嚼人舌根子呀？人家的家事和你们有什么关系？你要真闲的话，你去军营把马粪扫。莽夫！安郡王夫妇皆属皇室中人，更得陛下看重，为不少青年才俊所敬仰，理当克己复礼，担当表率。如今流言如沸，却依旧举止不检，若不弹劾，便是我的失职。哎，万青山，是，你小心些，好。姐姐，那东轩2楼雅间一去。好啊。这就是你说的好地方，回头我要和冷月好好探讨探讨。哎呀，王爷，你别着急嘛，真是带你来查案的。什么案子？你是要替哪家夫人拿人啊，还是要替哪个女子断情仇啊？小瞧人了吧？王爷不是说有人在此处卖那个香粉吗？皇上不允许咱们查案子，还不允许咱们过教坊了。咱这是以行乐之名探案，也算是舍身取义了。要不然我才不来呢。请吧。画眉姑娘，主主，这是教坊武仪令画眉，也是我和景衣的朋友。知道有贵客要来，却不知是小月姑娘带了安郡王妃来。早知道多备些吃食，这几碟寒酸的点心怠慢了贵客。画眉，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你的点心来的，还有什么新鲜的，全都拿出来吧。快去看看还有什么点心，多拿下来。是。快坐，来。楚楚姑娘，你尝尝这个雪玉糕。这虽然不是什么特别的点心，但这里的做法略有不同。好吃。
是吧？广泰楼算什么？全长安最好吃的地方还得数这儿。只要楚楚姑娘不嫌弃，这里永远有好吃的点心。怎么会嫌弃呢？这个真的很好吃。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，楚楚一点都没有王妃的架子，她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。我知道的。庆香的事，多谢楚楚姑娘。她苦了多年，终于得见天日了。我也没做什么，是神官法师帮助了她，更是她自己救了自己。她是准备赎身了吗？跟五娘谈妥了，奴籍赎回便走，大约是明日的光景。那太好了。景少卿嘛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这许久不见，人怎么看上去都清瘦了一大圈儿啊！别瞎客气，我是来办正经事的啊。瞧你说的，来我教坊的贵客呀，哪个不是为了办正经事儿的？哎呦，这位公子看上去啊，通体的气派，你也是来办正经事儿的吧？啊！教坊近日做个生意，怎么比查案的人话还多？小心伤财！哎呦，我就几句玩笑话，景少卿，你还当真了？好了好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们，你们呀，把这当成自个儿的家，尽兴就好，尽兴就好。楼上请，楼上请啊，楼上请。好好跳。王爷，你可千万别听他瞎说啊，这是风月场里的客套话，换家也一样，不要当真。看来你也不少去。都是耳闻。景少卿又来了。耳闻，多谢。景少卿来了。什么？还带了个贵人，他让你空出今晚。带的贵客恐怕不是这二位。他跟我说今天晚上去做一件积德行善的大事，真是积了大德了。啊，你先别急啊。说不定锦衣是在暗访案子的事，咱们这么贸然过去，说不定会坏了他们的计划。楚楚姑娘说的是，小月姑娘，你们在此等候，容我去看看。好。你还不放心锦衣啊？他的心里半分余地都没有给别的女子留。这我倒是知道，不过，如果他敢背着我胡闹，我就把他的息怒挖出来，卤着吃了。没问题，你想要什么样的刀，我这里都有啊。楚楚啊，景少卿，怎么才来？让画眉可久等了。画眉姑娘，你怎么换房间了？知道景少卿要招待贵客，自然要精心准备间最好的。二位请。今日多谢张兄了。一腔孤莽难为继，赵凤鸣，与其整日把马革裹尸挂在嘴边，你不如先想办法整治新兵营。那都快成了世家子弟的安乐窝了，别等上了战场，白白用你那比粪坑里的石头还硬的脑袋去给他们擦屁股。你担心我？胶州兵马，如虎似狼，枕戈达旦，烽烟相望，雄兵凛凛，剑指八荒，卑微小人，一萧一张。这几句檄文，
倒是比你平日里那些酸溜溜的诗句要入耳些。你放心，只要我在一天，定能保你这张气死人不偿命的嘴，骂得了百官，见得了群臣。赵凤鸣，我什么时候说？哟，说曹到，得了，翠犊子嘴凑一窝了，走了。千山兄，你来的正好。孟兄此言何意？你那篇讨南诏檄文写的振聋发聩，字字可抵千军万马呀。对，所以我等特意请了教坊的乐师，让他们将檄文编奏成战曲。相逢不如偶遇，咱们一道听听。家母训诫，千山不敢随意入烟花地，还是不打扰诸位的雅兴了啊！放心啊，千山兄，可不干失对，那也不可，走，不可的，走吧。那是安郡王府的马车，可不就是，成何体统？王爷逛教坊，王妃不守礼，辜负陛下信众，不堪为群臣表率。我等必须将安郡王夫妇所为上达天听啊！这就不必了吧？咱们多什么嘴呀？算了，你们怕安郡王，我不怕。你们不敢上奏，我敢。千山兄，我不饮酒。画眉姑娘，你就别忙了。其实这次叫你来啊，是因为这位公子想向你打探一些教坊的事儿。是为着什么凶案？听闻近日长安城里不太平。听闻教坊近半年有人私自交易迷情香，你可听闻此事？有的，之前找过我，让我转卖给姐妹们。那人姓甚名谁？可有留下什么线索？我当时没有在意，现在想来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。那你可知教坊里有何人用了此物？10之8九吧，似说是从沁香那里买的，能招揽不少生意。旁的就不知道什么了。多谢姑娘。那再去别处问问。别急呀，公事了了，私事呢？胡闹！画眉姑娘身在教坊多年，阅人无数，通透练达。你只要跟她好好聊，她一定能摸到症结所在，药到病除。景少卿的话可捧杀画眉了。景少卿与小月姑娘对画眉有再造之恩，这位贵人是景少卿的朋友，贵人的难事便是画眉的难事。行吧，我就把人交给你了。跟郎中要言无不尽，否则断错了症，下错了药，后果自负。嘿，没事，当心些，没事。这边。我跟你说，下次哎呀，小心啊！好。夫人。